好，我们现在来测的是一个那个侧背的一个简单的袋子哦。最近因为在做样本包，所以我就会比较密集的拍，就会做，这该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会做比较多的样本包，那觉得比较好教，比较就是大家有点疑惑的，还是什么比较基础概念的，我就拿出来拍一拍。那有一些重复的，我就不会拍了哦。就是有时候嘛，爱困了也不太想讲话，我就会默默测一测，我就不会拍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做的这个是，算是不难，但是很奇怪的，就常常有人问说这个要怎么测，这让我也蛮莫名的，所以我就特别挑了这个比较简单款的来教大家。就是有些袋子哈，其实它的做法真的是蛮简单的，可是很多人可能一时之间可能看它是立体的东西哈。一下子就好像哇，这些被安娜切，就一下子搞不清楚，所以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侧背包哈。那这个侧背包呢，它是有一个带盖，很简单。那我们要准备的是表布，然后里布，如果你有那个里带，好就把里带剪一剪。那因为这个我们也有卖那个版型哈，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它的大小刚好可以放那个 iPad mini 的大小，然后当然长夹也都可以放进去哦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带盖。那带盖呢，我觉得带盖的地方我喜欢挺一点的，所以我表布贴了厚布衬，然后里部我就贴了薄布衬。那带身的部分当然都是各贴了厚布衬，好。然后这个是侧边的部分，那也是贴了厚布衬。那里部也要有侧边。那因为它是斜背的背包，所以呢旁边它会有加D型环跟加这个背带。好，那背带的部分我就因为背带就几条灯灯啊，没什么好讲的，所以我就先车起来。好，其他的地方我们就开始先来车。首先呢，照惯例，我们把其他的东西先车起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等一下呢，我要拿来那个用这个地心环的东西的那个扣环，这个布呢，我就先车。好，来，这车起来就放着，你等一下才不会忘记装。啊，不过有时候车起来是会忘记装。这很正常啊，有时候那个忘记就忘记了，忘记就再装上再加上去就好。好，那这个长度呢，我都是取一个，我都会车长一点点哈，然后多的反正多一点点我就把它剪掉就好，然后把地心环穿进去，然后再把这个对折过来压线，好，这样。备用，这个也是穿进去，然后过来压线，这样子。最近这2天很振作，就拍了比较多影片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么勤劳？自己都不懂。看腻了哈，有时候看到那外国人哈留言说你怎么那么一直讲话讲个不停，有时候我要想说，因为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你当然会觉得我一直讲话，不会关静音。那我们如果听得懂我讲话，应该还是有人会觉得很吵啦，我知道，可是就没法度啊，爱恭维的是安内。好，我们先把带盖的地方车起来，那带盖2片你就把它合起来车就好了哈。基本上就是表里布把它对在一起。那当然你要选表里布，你都是选一个图案你比较喜欢的当正面。那有些人他的那个带盖的后面就是用那个里布，都可以，随便你，好，你喜欢就可以了。只是说如果你2面都用表布的话，好，那你表布可能要多剪一点，这样子。那我们就把它车起来，车到弧度的时候，脚慢手快。小久无讲这句话啊，遐袂记哩。车到弧度的时候呢，我们脚要慢慢踩，然后呢手要快转，然后让它顺利的转过这个弧度。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这样的话，你就用手转哈。就是有些人技术还不够，就是还没有练习的很多，那你当然你那个弧度没有办法掌握的很好，那没有关系哦。我以前也是车的丑不拉几的那很正常，每个人就是要从那个万丈高楼平地起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就是慢慢的练习，练习多了，你自然就会车，好，就可以车的比较熟练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弧度的地方剪牙口，
让等一下翻到正面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边角就不会太僵硬哈，也不会产生边边角角。那最主要是它的缝份不会过多，硬邦邦的哈，中立硬邦邦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把它转过来。哎，为什么会讲中立硬邦邦？那是我那年代的笑话哎，所以有听过中立硬邦邦的，应该都是那个有点年纪了吧？我想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圆角的部分呢，像你这样搓哈，然后它就会慢慢的里面的那个缝份的部分呢，它就会自动这边哎，你看条我也不会形容哎。就是你这样搓，它里面就会这样，然后它就会变得很圆，所以有时候不用烫也 OK 呢，对不对？是觉得挺快乐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正面做一个压线。那如果你喜欢用擦式磁扣的人，你这个时候要先用了哈。那如果你是最后才会用手缝磁扣，或是打四合扣，或是做任何皮件的那种装饰扣的，你都可以最后再来处理那个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就弧度的地方也是。脚慢手快的转过来，这样你的弧度才会漂亮。那这个压线呢，我是压0.1公分，有些人想要压0.5公分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，反正那是你的包，又不是我的包，你要压几公分就随便你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要说别人怎样我就要怎样，让人生过得太辛苦，知道吗？其实我好像常常讲这句话。因为我是一个蛮任性的人哦，所以基本上都是我想干嘛就干嘛，就不要害到别人就好。好，我的那种观念就是说，不要害到别人，然后有能力再帮助别人，这样最好。好，先把自己顾好。那我们自己顾好有能力的话，我们就去帮助别人，不要自己顾不好，还要去帮别人，然后搞得两边都不好，这样就两边都没有很棒，这样就。太傻了，好，所以呢，照例呢，我还是会把中央线做起来，然后你顺便看一看你的带盖有没有平整，像我剪的不是很平整，有没有？这时候我们就要把它修剪的平整一点，好，让它两边的高度一样高哈。因为我在剪布有时候都欧贝嘎啦，你们也其实常看我的影片就知道，初学者你可能不习惯哦，不过我事实上我真的是做东西很随性的一个人。除了很必要的地方，要不然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尺寸不会说做的很那个，因为又不是在做拼布，连0.1都不能错过。我比较没有那个兴趣做那个。可是如果硬要对的话，还是会硬着头皮去做。就是说，万一尺寸一定要对得很精准的，我还是会硬着头皮去做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为什么我这个带底要剪开呢？带底这边是带底，这边是带口。为什么带底要剪开呢？好，首先它比较省布，就是说你不用剪一条很长的布。不过那不是重点，最大的重点是因为这块布它是有方向性的，也就是说像这个是怪兽的布料，它的怪兽每一只都是长这样，所以呢，我这个时候我就会把带底剪开剪接，这样让正反两面。好，都是怪兽都是正面的。如果你是一条长长的再折过去的话，另外一边它的怪兽就会倒变，就upside down。我刚好会讲这个英语，应该是这样讲啦，哈，它就会倒变。所以呢，这时候我们就会把它我就会把下摆剪开来，然后再把它弄成正面之后合并，好。那为什么会选怪兽布做？因为我本人就是怪怪的，我的个性其实就是还蛮怪，我很喜欢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所以我就一直很喜欢这个怪兽的布料。之前还拿来做我女儿的那个购物袋，我女儿购物袋好多，妈妈做了她就得用，真可怜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把缝份打开，好，然后左右两边各压0.1公分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你不这样做也可以，只是我不喜欢带底呢，不平整。带底的部分呢，我比较喜欢平整一点哈，因为它等一下不是打角，它不会缩在里面，它会呈现在外面的地方，所以带底的地方呢，我就会车个压线，让它比较不会那个缝份比较不会再合起来。反正它花花的也看不出来啦，所以就把它车一车。车一车之后呢，我们就来接这个侧边的部分，好。
那侧边呢，这个就我侧边个几对，你这样。好，我们侧边的部分呢，缝缝把它剪的跟那个剪的那个都差不多。之后呢，我们就把中央线一样做起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来绕这个边缘，哈，像这样把它车起来。好，来开始车它。那其实这个侧边哈，它有一点上窄下宽一点点，微微的哈。所以就是你如果是没有跟我买版型，自己要制图的话，你就看你喜不喜欢这种袋口哈，小一点点，东西比较不会跑出来。然后袋底呢，就让它大一点点哈，这样东西才装得多。啊，当然，就像我以前常常说啊，我很鼓励大家制图，车到这个地方哈，你就是慢慢的，也是慢慢踩，好，弧度慢慢弯，让它慢慢弯过来，这样子。没有很难车啊，可是就是慢慢车就好了。好，大家如果可以自己制图就是最好，因为你如果自己制图的话，第一省钱，第二就是说你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那个喜欢的大小去做。好，车完像这样子哈，它的弧度会像这样子，那正面呢就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就是一个蛮漂亮的这个袋子，好。那它，所以我刚刚说的，你这个正面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压线？因为它会是最贴外面的地方，所以如果它不平整，比如说你的缝缝倒向一边，它感觉上就没有那么平，感觉是 kimoji 败，所以就想要把它车一车，把它压平。那为什么不要用熨烫的就好呢？因为熨烫总觉得用久了它还是会缩回来，还是说如果我们袋子有洗一洗哈，脏了要洗，洗完之后感觉它还是会缩回来，所以干脆就做一个压线。那你要不要压线？你不要压线可不可以？当然也可以啊，就讲过1200遍了，手作就是你高兴就好。我今天好像又开始不停的讲话了耶，给他吸啊。然后就这样慢慢的转过来，好。其实只要你尺寸量的对，一开始打板的时候尺寸量的对，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对得很刚好，只要不要乱拉。车的时候很忌讳，就是一下上面的布再拉，一下下面的布再拉，你当然就是车起来就不会好看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缝缝的地方呢减小一点，让它转到正面的时候呢，就不会缝缝太多，就显得那个袋子很不好看，就那边边角角就不好看。然后把缝缝这个弧度的地方，特别弧度的地方，把它修小一点。现在是放暑假的时间，应该妈妈们都疲于奔命吧，像我一样。好，这样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做的是这个什么鬼啊？来看一下我们袋子，我们哪一面想要做正面哈？那其实做正面呢，就是会被那个什么袋盖住比较多的地方，所以你去核对看一看，说你哪一面这样袋盖放上来的感觉，你比较喜欢哈。那你就用那边当正面。那你看啊，我这边刚好这一只也蛮刚好的，这只怪兽刚好接了这只怪兽，那我就把这一面当正面。那这面当正面呢，表示我的这个袋盖要从后面这里开始车，好，从后面这一片车接袋盖。所以呢，一样把中央线取出来之后，好，然后把袋盖，记得看一下你的正反面是哪边。我有看正反面吗？这个也是要看一下正反面。靠了，这面是正面吧？我的袋盖哪一面是正面？这面。好，仔细看一下哈。然后呢，再把袋盖车在跟袋身车在一起。好，搬到这一面比较好车。刚刚只是为了要让大家看那个正面的感觉。然后呢，中央线把它对好之后，我们就把袋盖固定上去。那你会想说，我就把它好，我就跟这个袋身并在一起车就好了。
因为有时候偶尔你这个两边还是会有差0.1或0.2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还是核对中央线是最漂亮，让它万一左右两边有空间的话，也要留的一样大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我们就把它车上去。哎，干脆顺便这个也车好了。哎，忘记做这个。然后呢，这个东西刚刚我们车的这个就要车在这个旁边的这个中央线上，侧边的中央线也是减压口。好，所以其实有空的话哈，你应该一开始就可以把中央线的牙口都剪一剪。好，可是车到这边你就知道那个牙口蛮重要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放在正中央，然后把它固定起来。等一下才不会忘记车哦，现在记得就先车，会记得就先做，忙拖到尾啊，什么拢袂记，甲暑假作业同款。我那天看那个樱桃小丸子，他暑假作业每次都写不完，然后就叫他们，就逼他爷爷帮他做，我真笑死哎、欸，真的很好，还蛮妙的那个小鬼。他每次暑假作业做完，然后最后全家人都要帮他在那个围在那个餐桌上面那边写作业，然后他就一边哭，真的蛮好笑的，我很喜欢看樱桃小丸子，超可爱的。好，那我们里部的部分呢，当然就是里带有2片啊，然后多了里部有2片，然后多了一个里带。那里带的话呢，我会贴一下薄布衬，好，然后呢把它车上面的那个先车起来。那因为这个带子呢本身好，它的宽窄窄的，所以呢我就会想要。那当然你要不要随便你啊，我会想，我就会想要把它怎么样，中间做个隔间，哈，有时候你放手机的话，刚好插在一边，正好，就比较不会滑落，还是放个面纸什么的，好，然后把它对在这个下方。那因为有剩余的布，我就拿来当布标啊，这样还挺可爱的，有没有？就感觉很有专柜 feel。给拐着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从侧边开始车到这个中央线的地方呢，要干嘛？把它往上车到这个带口的部分，针朝下，再车回来，然后继续固定，这样子。那我们的里带的部分呢，就有2边可以用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还蛮好的。因为这个袋子不大啦，所以你也不需要很大的里带哈。因为有主要的东西，我们就放在主要的带身上面。那这个里不一样，把它下摆车起来，袋底车起来。哎呀，我忘记留反口了，车得太高兴，忘记留反口啊，忘记留反口就忘记啊，就拆起来就好了。我们只要拆中间一段就好了。哎，我反口可以留在哪里嘞？留在侧边也可以啊。是说留袋底比较不会那么一下子就被看到。那我看到一个那个留言哈，其实他虽然他留的话让我看了觉得说，哎呀，你高兴怎么车怎么车哦，因为他要提出他的疑问哈。可是连个请问都没有，有时候看着就还蛮觉得说，哎，现在是怎样？然后就是说他问我，他就是说你袋底不会那个缺口就是留在那个带口。那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缺口不喜欢留在带口哈？因为呢，你缺口留在带口的时候呢，你在车的时候它就会有一段是空的，一段空的，最后你要去长针缝的话，其实那个带口就比较丑，因为带口是我们最常会看到的地方。第二就是说，你要是留在带口，你最后如果你没有长针缝，然后去做压线，那个地方的这个边缘呢，就会这样有点开开的。好，那我也不喜欢，因为带口常常在接触，好，就是我们放东西常常会接触，那接触到的话，它就会这样亏，好，就久了就会开的，所以我不喜欢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如果那个你们喜欢留在带口，那随便你了。而且你如果留在带身的话，你也可以用长针缝哈。留在里部的话，长针缝的话也比较不会看到那个一条线，所以其实要留在哪里都随便人家的啦。
后呢，我们一样把带底的部分呢，那因为带底的这个底呢，它这里有那个里带，所以我的缝缝就会倒向一边哦，我就不打开，因为它这样子其实两边的那个厚度反而会比较平均，好。然后跟前面的那个带子一样啊，前面的那个表布一样，我们就是把它车过来。所以我们现在扣带破康6块了哈。那我们刚刚把它拆掉之后，你要记得前后要记得再回针一下哈。你这样等一下要翻到正面的时候，比较不会那个脱线。好，线才不会脱开来，所以里布一样车。所以每个人考量的东西不一样哈，有时候发问之前，你要想一下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一定有他的理由，对不对？但有时候也是没什么理由，就纯粹高兴，随便了，随自己开心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带子跟那个表布跟里布结合。那通常呢，我们的这个有口袋的这个地方呢，会放在我们带子的背后。那我们这个带子的背后呢是哪里呢？你想一想，带盖往前盖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就是背后，也就是说，你这个有车口袋的部分呢，要放在后面这里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把它包起来，装起来，之后再从带口车一圈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就把它对好，然后把它车一圈，就几乎大功告成。好，来车吧。对好之后就可以来车了。来带口车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用力拉，你一拉就会产生荷叶边哈，就是会布的纤维会被你拉开哈。所以我们车带子的时候不要用力拉，顺的车过去就好。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哈，我缺口不会留在带口，是大部分的带子啊。有一种我会留在带口，就口巾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口巾包留在带口，它等一下会用口巾盖过去，所以那边你就比较无所谓哈。而且呢，你想一想，我们等一下布料会从那个缺口的地方翻出来，那个缺口的地方多少就会有点拉伸。那如果你是把缺口留在带口的话呢，你就很容易拉伸到。那你的带口就比较不会那么平整。那当然这是我的想法啦，如果个人有个人的想法，你爱怎么车怎么车，那是无所谓的。啊，想留哪里留哪里。来，这样车一圈呢，就把它回针。好，之后呢，我们一样哈，里部的地方呢，记得的话，你也是把它剪一剪，好。才不会那个里面看起来也太僵硬，这个弧度的地方，剪弧度的地方之后就好了，其他地方不用剪没关系，因为其他地方是直线的，直线的没啥差，没影响啊。这样子，好，之后呢，我们就从这个缺口呢，把它翻到正面来了。哦，你看在拉伸的时候哈，这多少都会这样子盯住哦，这难以避免啊，除非你缺口做很大，这样子。接着呢，我们再从带口的地方呢压线，先把这个带型先利用，它还有一个缺口哈，你手指头还可以伸进去，把这个带子的形状把它整一整哈，就利用这个时候，我们先把带子的形状整形整一整，
然后呢，之后我们再把它翻到正面来，去压这个带口的部分，好，做压线。那为什么要翻到这一面来呢？因为这样比较好压。我在上一篇有讲过，你这样子车的时候呢，因为有个东西掉到我腿上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一只蟑螂，想说我家怎么会有蟑螂？然后呢，就是那个带口在车的时候，你带里部很容易往上跑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把里部稍微往这边拉，好，你的左手稍微往那边拉，然后右手呢这样子推，好，手这样子推。那你这样子推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比较容易到那个边缘，好。然后呢，车一车，如果觉得你的里部又往前了，赶快再拉一下，然后这边再推一下，这样就很容易车到这个边边0.1的地方，知道吗？很简单的啦，一个手的那个训练，有没有？我一直说很简单也不行哎，上次我记得之前有一篇哦，我说这个蛮简单的，还被念的。你以为很简单，你以为你自己很厉害，关我屁事！我就真的觉得很简单。啊不嘞，就明明不很难哦，然后我是说很简单，这样也要被说，说你都觉得很简单的，别人都觉得很难。你觉得很难是你的事啊，问题是我真的觉得很简单啊，奇怪的。好，这样子慢慢的，那我们车带口就不要急躁哈，你一急躁，你的带口就车不好哈，就把它慢慢顺的车起来，不要说你到最后车得很漂亮，然后最后带口压线压得好丑，就整个那个毁于一旦，有没有？好，把这个缝缝剪掉，把这个线头剪掉之后，我们要把带底。那带底我也说过，如果你不喜欢有一条线的感觉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用长针缝，好，就可以缝得比较看不出来。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呢，觉得说马给你这底来带不款，那我们就从侧边，好，把它车起来就好。从这个边边把缝缝折进去，然后把它车起来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带子其实难度真的是还蛮低的，可是就是很莫名的，已经好多人询问了，就说这个有没有教学，这个有没有影片另外教？因为它其实真的很不难，好，难度不高，只是看起来它很立体，就让大家觉得有点怕怕的，有没有？其实不用怕啦，没有很难哦。好，那我们带子呢，基本上就是像这样子，那东西还蛮好装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有这个提带的部分，就可以挂在这个两边，好，像这样子挂在两边。那这带子要多长呢？当然是依你个人的这个体型，好。如果你有调整扣，你也可以去买那个调整扣，好。那你要侧背啦，还是要肩背啦？那这个长度就随便，因为这个还没整烫哦，所以它就有点斜斜的，不要管它。然后呢，之后你看它的带子就是这样，然后两个口袋在这里。然后呢，里面就是简简单的，有一点厚度，所以其实还蛮能装的。像我的包包，这个包包已经用了好几年了，虽然是那个名牌，可是用了好几年，我觉得也还蛮物超所值的。好像这样子装进去都还很有余裕哈。然后还是手机什么，你都还蛮好装的。哦，装一本那种小字典啊，什么也都还 OK。那这个带盖的部分呢，我们可以打4合扣。那可以用那个磁扣，那你可以用皮扣，随便你喜欢用什么，你只要能够固定住就好了。所以呢，这个袋子简单又实用哦，然后背起来你外出很方便哦，斜背一背就可以绕跑，两手还可以提东西，有没有？所以还蛮简单的，然后又好看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，你们也可以自己试着做做看哦，拜拜。